大家好，我是阿信助教。今天要来讲一下电压的稳定性，以及要怎么样测量稳定性。那我们先看一下仪器哈。等一下呢，就是用这一台固伟的示波器 GDS3652A， 它有内建的电源量测的功能。那一般我们要组电脑的话哦，一定都会需要一台电源供应器。那它的工作就很单纯，它就是要提供稳定的直流电给主机板。那不就是只是给个电压而已吗？有什么好讲的？其实呢，电压要稳定哦，并没有那么简单哦。它背后牵涉到交换式电源的原理，以及有一点复杂的数学跟控制理论。那这些理论呢，我后面呢只会点到为止。我主要会着重在稳定性测量的观念与手法。为什么主机板会扯到电压的稳定性？因为主机板这种东西，它的电流用量会忽高忽低。例如，我们听 MP3 的时候，电脑只需要用小小的电流就可以轻松处理。但是如果下一秒钟突然要做高解析度的影片转档，这个时候电脑就会突然间需要耗用大量的电流。那同一瞬间呢，电压就会下降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电源供应器就要有能力补上电流来做指引，让电压尽快的回到它原本该有的电压上面。那这个过程呢，就称为稳压。那要做到稳压这件事情，就要靠电源电路里面的控制回路 （control loop）。先来看一个电路，这是一个手机充电头的公版电路，它是 TI 的 solution。那我等会就要拿它来做实验。先简单介绍一下，以变压器为分界，左边一次侧这边呢是110伏特的输入，右边二次侧这边呢是5伏特的输出。如果这个边的电压高于5伏特的话，这个回收电路就会让这里的导通电流，让一次侧的导通电流这个导通周期降低。那如果说输出的电压低于5伏特的话，那么回收电路就会让一次侧的电流导通周期增加。那这么一来一往，输出电压呢就会稳定在设定的5伏。这个就是一个负回收稳定的概念。那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控制方式，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当电压要补回来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发生衰减震荡。那衰减震荡的时间呢，越短就表示稳定性越好；震荡的时间越长，甚至持续震荡，就表示你的稳定性很差。所以我们在做电源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电源的稳定性。稳定性呢，就是用这个系统的 gain margin 跟 phase margin 来做衡量的。这什么东西？来，简单复习一下电子学。这是一个负回收系统，它在 S domain 的转移函数是长这个样子。如果系统要稳定、要收敛的话，我们就不可以让这个开回路增益的值，也就是这个 beta A 等于-1，不然的话呢，你这整个分母呢就变成0了。这么一来，回路的增益就无穷大，系统就发散了，电压就会不稳定。所以我们在设计电源的时候，只要在工作的频率范围之内，贝塔 A 的值呢都不能让它变成-1，也就是负号跟1不能够同时出现。所以我们就要评估距离这个-1还有多远，还有多远会掉到这个-1的洞里面。那要怎么评估呢？假设这一条是贝塔 A 在 S domain 的曲线，当它的角度是-180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它跟这个-1还有多少距离。这个呢就称为增益余裕 （gain margin）。另外呢，在曲线的增益为1的时候呢，或者是说0 dB 的时候，它跟-180度还有多少角度，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称为相位余裕 （phase margin）。总之呢，就是要用来评估贝塔 A 这个曲线不要让它有机会呢跟-1有交叠的情况。那我们就实际来评估一下这一片公版的 gain margin 跟 phase margin。测量的方式就是在输出端的电压回收这个地方这边是电压回收嘛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串接一个小电阻它这个 demo board 已经有配上一个小电阻了，并且呢我们再并联一个变压器，然后接外部的交流讯号进来所以这个 transformer 呢就称为 injection transformer， 用来灌入交流讯号。那因为它这个讯号它是这边它是伏接的，所以呢小电阻的两端
它的对地电压也会同时高高低低的。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在电路正常运作之下，利用外界的扰动讯号来观察这整个系统的反应。这个小电阻就是观察开回路响应的切割点。靠近下方回授端的 TP3 就是 input， 那上方呢靠近 Vout 的 TP2 它就是 output。那所以我们要把示波器的 Channel 1跟 Channel 2分别接在它的 input 跟 output 上面。但是我不建议直接把探针勾在上面哦，因为电源电路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会让碳棒感应出干扰电压，好像这个样子。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把 TP2 跟 TP3 分别用2个同轴电缆 RG316 把它延伸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到这边呢再跟示波器做连接。那示波器的碳棒接地呢也要做相对应的修改。你这个接地你要把它改成弹簧针，这样子呢它的回路面积才会最小，收到的杂讯也才会最小。那这边不是要接那个 injection transformer 吗？这个是我自己绕的啦。那外面基本上也有卖现成的，那我们就简单量，就不用那么讲究。那整个线路呢接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实际测试的结果就是这张图，杂讯好像要小一点，只是说我觉得 noise 还是太大。那我就试着把讯号产生器比较靠近变压器那一侧的接地端，跟碳棒的接地端接在一起。这样子呢，杂讯好像要更小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测量了。等一下，我们就是要来看 Vin 跟 Vout 之间的频率响应。那主要呢，就是看增益跟相位沿着频率轴的变化。那这台示波器它会画出波得图，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看开回路增益这个贝塔 A 到底距离-1还有多远。那这一台呢，它有电源量测的选项，里面有 Control Loop Response 的功能。那因为它里面有内建讯号产生器，讯号的收跟送都是示波器自己处理，这样子呢，它才有办法测量频率响应。好，那我们先进选单。那讯号的振幅我们先看一下，讯号的振幅我都统一设定成200 mV 啦，因为电压太高，这个变压器会饱和。那频率太低，它也容易饱和，所以呢，200 mV 的 VPP 这个是我试过比较理想的 level。现在就把待测电源打开，然后按下 Run。然后现在需要有一点耐心，因为它要花一点时间。那我这边就会用快转把它带过。跑完之后，萤幕上现在出现的就是开回路贝塔 A 的波得图，蓝色是 gain， 那红色是 phase。那这个红色它需要把 Unwrap 把它打开 ，Unwrap Unwrap 把它打开之后呢，它的 phase 呢看起来就会比较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比较连续。现在我们按 Analyze Major， 然后把 Cursor 打开，你会发现呢，示波器已经帮我们把 Gain Margin 跟 Phase Margin 算出来了。Gain Margin 就是 phase 在0度时候的增益phase 在0度这边phase 在0度时候的增益这一段呢大概就是 8.2 dB。那如果是 Phase Margin 呢，就是 Gain 在0 dB 的时候，它的这个角度是多少？那我们这边看就是直接看这边就是60度。看到这边可能会有人要问，那刚才不是说要看-180度吗？怎么现在变成0度了？那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开回路是从加法器的这个负端这里切开的，所以你的开回路增益呢就是贝塔 A 很直观。但是呢，我们在实物上呢，你这个切开的地方只能够有办法从 Vout 这边切开来，所以呢，你的开回路路径会经过这个加法器的负端，所以你的开回路就变成负的贝塔 A。这个 Vin 是直流电，没有含交流成分，我们在开回路就不考虑它，把它当成0。所以开回路呢，它就从这个贝塔 A 变成负贝塔 A， 它多了一个负号。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转移函数呢被转了180度。那这么一来呢，不稳定的点呢就会从-1变到正1。所以呢，我们的 Gain Margin 没变，但是 Phase Margin 呢会
变成是距离0度还有多少角度的意义。那这样子呢，其实呢是比较方便观察的，而且呢还不会影响分析。一般我们 face margin 呢会把它设计成大于45度然后呢 gain margin 呢基本上不要是0 dB 就好了。那你可以设计成也许5 dB、10 dB， 我想应该是都可以接受的啦。就看你的设计。那这个后面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这个是电源电路它这个功率电晶体的切换频率。当我们给它的测试频率如果很接近这个频率，甚至超过的话呢，那么量测数值就意义就不太大了。因为呢，你给它喂进去的频率这么快，这个电晶体根本就来不及切换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只要关心前面这一段的曲线就可以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台 GDS 3652A 它电源量测选项里面的 Control Loop Response 的功能。好，那希望大家都有学到东西，别忘了要记得订阅实作派电子实验室哦，拜拜。